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 ，iPhone 16系列就要发布了。这段时间，不时有消息称苹果公司追加 iPhone 16系列订单。然而，就在大家满怀预期 iPhone 16要大卖了时，近日情况迎来了反转。上周四，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称，虽然在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之后，不时有 iPhone 16订单增加的传言，但最近2家苹果主要供应商台积电和大立光的财报电话会议都暗示 iPhone 16的订单可能没有增加。台积电表示，我们没有看到销量突然增长，而大立光电表示，今年高端机型的订单和去年差不多。郭明基称，他的理解是，部分供应商看到 iPhone 16在2024年下半年的订单有所增加，但从 EMS 和组装的角度来看，2024年下半年 iPhone 16的订单数量没有太大变化，约为8700万台，仍然略低于去年下半年的 iPhone 15订单数量，当时约为9100万台。台积电、大立光跟组装厂商的订单趋势若一致，则该趋势应相当具有参考性。至于某些供应商的 iPhone 16订单增加，可能与个别行业或零部件内部的特定原因有关。郭明基指出 ，Apple Intelligence 的推出是普遍被认为 iPhone 16订单增加的原因，但目前 Apple Intelligence 在下半年仅提供给美国用户测试的 beta 版，且 Apple Intelligence Siri 仅支持英语。先不论是否仅凭 Apple Intelligence 就能推动换机需求，意味着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议题，要消费者在今年下半年为测试版本的 Apple Intelligence 购买新款 iPhone 16的预期或许过于乐观了。很显然，针对 iPhone 16备货量是否增加，目前出现了2种声音。那么你更倾向于哪一边呢？目前 iPhone 16的全套爆料信息已经一览无余，除了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个气候外， iPhone 16硬件有没有吸引力？我们先自己来评分。今年的 iPhone 16系列的产品线与15系列一样，预计将推出 iPhone 16、iPhone 16 Plus、iPhone 16 Pro 和 iPhone 16 Pro Max 4款机型，预计会带来以下18个主要变化。1、更大的显示屏。根据目前网上爆料的消息，今年的 iPhone 16 Pro 和 iPhone 16 Pro Max 的屏幕尺寸将会更大，分别增加到 6.27 英寸和 6.86 英寸。相比之下， iPhone 15 Pro 和 iPhone 15 Pro Max 分别是 6.1 英寸和 6.7 英寸的显示屏。新的显示屏尺寸将是 iPhone 有史以来最大的，并且据一些科技博主报道，16 Pro 系列的屏幕黑边也将是目前所有手机中最窄的。2、垂直摄像头布局。iPhone 16及 iPhone 16 Plus 将采用药丸状凸起表面的垂直摄像头配置，而不是像前3代一样的对角摄像头配置。新的相机凸起，微广角和超广角相机提供了2个独立的相机环。据了解，垂直摄像头布局有望实现空间视频录制，目前该功能仅限于 iPhone 15 Pro 机型。3、电池容量及可拆卸电池。有传言称 iPhone 16和 iPhone 16 Pro Max 的电池容量将比之前的产品更大，但 iPhone 16 Plus 的电池容量可能会减少。目前看来， iPhone 16比 iPhone 15增长了 6%， iPhone 16 Pro Max 增长了 5%。 相比之下， iPhone 16 Plus 的容量减少了 9%。 此外，苹果也有可能使用堆叠电池技术来提高能量密度，延长整个产品线的使用寿命。4、全新的拍照按钮。所有 iPhone 16系列都将在电源键下方增加一个新的拍摄按钮，但不仅仅用于拍摄，还有一些其他功能，比如通过左右滑动按钮来放大和缩小，轻按即可对焦，用力按即可启动拍照和录制。5、超广角镜头升级。iPhone 16 Pro 系列预计将配备升级后的4800万像素超宽摄像头镜头。超宽镜头意味着捕捉更多光线，实现超广角模式下拍摄4800万像素的 Pro RAW 照片，并能保留更多细节。甚至有传言称iPhone 16 Pro Max 将拥有更大的主摄像头，搭配定制版4800万像素索尼 IMX903 传感器。6、超长焦潜望镜头。iPhone 16 Pro Max 可能是首款配备超长焦潜望镜摄像头的 iPhone 手机。该摄像头可大幅增强光学变焦，甚至能够实现用于体育和野生动物摄影，但该镜头的柔光也适合于人像摄影。7、更快的 WiFi 支持。iPhone 16 Pro 系列将支持 WiFi 7，可以同时在 2.4GHz、5GHz 和 6GHz 频段上传输数据，将实现更快的 WiFi 速度、更低的延迟和更可靠的连接。WiFi 7预计还将提供超过40Gbps 的峰值数据传输速度，比 WiFi 6E 提高4倍。据传 iPhone 16和 iPhone 16 Plus 支持 WiFi 6E， 该技术可在 6GHz 频段工作，实现更快的无线速度并减少信号干扰。8、全新 A18 系列芯片。iPhone 16和 iPhone 16 Plus 将搭配 A18 芯片，为和 Pro 系列进行区分， Pro 系列将搭配 A18 Pro 芯片。9、5G 高通调制解调器。苹果将在 iPhone 16 Pro 系列中使用高通最新的骁龙 X75 调制解调器。与 iPhone 15型号中使用的 X70 相比，骁龙 X75 包括改进的载波聚合和其他技术进步，以实现更快的 5G 下载和上传速度。标准版的 iPhone 16和 iPhone 16 Plus 预计将保留骁龙 X70 调制解调器。10、光学工程技术。有消息称，目前苹果公司正在考虑使用微镜头技术，
来维持或提高 iPhone 16系列机型的 OLED 显示屏的亮度，同时降低其功耗。工作原理是在面板内使用数11个透镜的均匀模式，以减少内部反射。这些透镜将从面板内部反射到屏幕的光的路径向后转动，这可以在保持相同功耗水平的同时增加感知亮度，在保持亮度水平的同时消耗比传统 OLED 面板更少的功耗。11. 操作按钮 iPhone 16全系将搭配 iPhone 15 Pro 系列配备的操作按钮，并且 iOS 18为这一按钮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操作。12. 40瓦有线充电和20瓦无线充电。据称 iPhone 16 Pro 系列将支持40瓦有线快速充电和20瓦 MagSafe 充电，充电提升有望平衡和改善因电池容量增加而导致的充电时间增加的问题。13. 升级麦克风。据说苹果将对 iPhone 16系列的麦克风进行重大升级，以改善新的苹果智能增强的 Siri 体验，包括上下文感知、语义锁译、应用程序控制和屏幕感知。苹果的 Siri 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改进的语音输入处理，而新的麦克风有望提供显著提高的信噪比。14. 新型散热设计。据传苹果正在为 iPhone 16系列研发石墨烯热系统，而 iPhone 16 Pro 机型可能会增加金属电池外壳，以减少过热。石墨烯具有高导热性，超过了目前用于 iPhone 散热器的铜。近来，苹果一直在申请使用石墨烯进行热管理相关的专利。15. 扩展存储增加内存。据称 iPhone 16 Pro 系列的最大存储容量将是 iPhone 15 Pro 的2倍，从 1TB 增加到 2TB， 这是由于苹果转向高密度的 QLC NAND 闪存，用于更高存储型号。苹果使用的 QLC NAND 可以让苹果在更小的空间里容纳更多的存储空间，而且比目前 iPhone 使用的3层单元 TLC NAND 更便宜，但缺点是 QLC 的读写速度相对较慢。同时 iPhone 16和 iPhone 16 Plus 将配备 8GB 内存，比 iPhone 15和 iPhone 15 Plus 的 6GB 内存有所增加。此前的 WWDC 2024会上，苹果表示 AI 功能需要大量的内存，所以 iPhone 16系列中的所有设备都至少配备 8GB 的内存。16. 新型抛光台。有传言称，苹果将在 iPhone 16 Pro 机型的胎底盘上采用改进的加工工艺，新工艺将使 iPhone 16 Pro 和 iPhone 16 Pro Max 看起来比 iPhone 15 Pro 更精致，后者有拉丝处理感。改进后的制造工艺将使 iPhone 的外观更有光泽，更类似于之前 iPhone 14使用的高度抛光的不锈钢材料，但与不锈钢相比，新的钛金属表面不太容易出现划痕。17. 多种颜色可供选择。iPhone 16 Pro 系列预计将有黑色、白色或银色、灰色原色和玫瑰金色可供选择。据说 iPhone 16和 iPhone 16 Plus 将有黑色、绿色、粉色、蓝色和白色。18. 价格。由于原材料升级和芯片制造成本的提升， iPhone 16售价可能会上涨，但 iPhone 16标准版有望维持之前的799美元起。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基于目前这些个升级，在你看来 iPhone 16的销量会超过去年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